你是说彭城王出战告捷？千真万确，彭城王马头捷报昭告天下，定不会有错的。啊，好啊！这彭城王第一次出征就势如破竹，横扫千军，这如此风采，哎呀，真是不减高祖皇帝当年之勇啊！是啊，彭城王英勇无双，真是我们大宋之福。妾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目睹彭城王的沙场英姿呢。瞧瞧，一说到他，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母妃，您就别拿妾打趣了。妾这就去佛堂，感谢上苍保佑，也祈祷之后的战役能够战无不胜。母妃，您跟我一起去吧。好。太妃，你要的东西已经送到了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准备了一些东西要送给彭城王呢，我就先回仁寿阁了啊。好，殿下若知道母妃对他是这么的惦念，一定很开心。跟我走。拜见太妃。彭城王首战告捷，王妃欣喜。中书令不去看看王妃，怎么反倒来仁寿阁了？陆中护出征之前曾提点下官，如若遇事，可找太妃商议。哦，中书令遇何事想与我商量啊？可是轩儿又如何了？晋令王之前为征兵，下令清查兵户，搞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。如今又下令全面清理户籍，这么一来，士族的根基何在呀？哼，这也怪不得轩儿。哎呀，彭城王执行新政，轩儿只是代理朝政，他只是执行彭城王的政令罢了。说到底呀，都是新政的错。只要能阻止晋灵王此举，下官愿为太妃马首是瞻。我也是士族出身，与中书令也是同道中人。彭城王执迷于新政，他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了削弱士族的势力？难道他忘了，没有士族，又怎么会有如今大宋的基业？太妃所言极是啊。若你真想阻止新政，必须是从根源入手。与晋灵王争斗又有何意义？那太妃的意思？新政本来就是无根之木，若没有彭城王的支持，便一击即碎。战场上刀剑无情，万一……中书令应该是个明白人，还用我把话说完吗？陆远，太妃的意思，下官明白了。只是，下官还有疑问。这晋灵王跟彭城王向来亲厚，他日岂知这晋灵王是否还会继续推行彭城王的新政呢？难道中书令忘了，轩儿只有我一个母妃？说白了，
轩儿身上是流着咱们氏族的血，而且我也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断了咱们氏族的根基。一切皆听太妃。无妨。陆主户，轩儿怎么还没到？已经派人去请了好几回，应该马上就到。轩儿定是政务繁忙，一时脱不开身，还请中书令不要见怪。来，我先敬你，谢中书令尽心竭力辅佐轩儿。下官自当尽职尽责。晋灵王到。母妃，轩儿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入座。殿下。中书令免礼，快坐。中书令尽职尽责，本王敬你一杯。这就对了，这同朝为官呀，要和和气气，才能相助相协。能与殿下共同理政，实乃下官的荣幸，定当尽心尽力。轩儿啊，自小忠厚老实，所做之事和所行之令，那都是彭城王有令在先。如果不是，他是万万不会做的。殿下的为难之处，下官定是理解。哎，中书令，本王这就不理解了，有何为难之处啊？依本王看，这真正为难的人是你中书令吧？因为此举断了士族敛财之路，触动了你们既得之权。我等一心为朝堂安稳，任何政令施行，绝不可以任性肆意，强行为之啊，殿下。是啊，轩儿，中书令德高望重，有他帮衬着，你也好往前推行着做事啊。母妃，儿子知道您设宴的苦心，可这征兵一事，彭城王出征之前早已下令，为北境之战，我定当竭尽全力，不惜一切。若有人要百般阻挠，绝不姑息。此事关乎全部士族，绝不可轻易撼动。若有任何倒行逆施之举，那天下士族必将砥砺相抗。那好，本王也说过，凡有私藏兵户者，严惩不贷。本王来之前，已派技术到左民曹清点兵户，一一核对士族高门记录在案的部曲数目，但凡与实际不符，直接充军。中书令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那下官便等候殿下的发落了。史夫人，站住！让开！立刻查找左民曹户籍库中所有户籍。是。快去救火！
姬参军，火势太大了，只怕所有存道都已经付之一炬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索民草失火，档案付之一炬。谢浩，为了毁灭证据，你竟敢烧毁左民草！殿下岂不是在说笑？我一直在这仁寿阁中，也是刚刚得知殿下下令搜查左民草。此事怎会与我有关呢？哼！殿下不要因为自己出师不利，就指责当朝重臣。是啊，轩儿。你为了包庇士族，用如此卑鄙的手段，何以为重臣？何以为清流？既然殿下执意如此，那下官也不妨直言。只要有我谢母儿在，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士族任人摆布。你是不会得逞的，本王一定一查到底。轩儿，你太过分了！中书令一片苦心，你却恶言相向。既是如此，太妃、殿下，下官先行告退。中书令请回。轩儿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祖父，您找我。左民草是你派人烧的？回答我。祖父，我……哎，你……哎，我谢氏家族3代历史，朝堂100年。虽说没什么功绩留名青史，可我们辈辈出的都是忠贞之士啊！我们上不愧天子，下不负百姓啊！可是你今天为了一己私欲，罔顾大宋的生死。你是我们谢氏的子孙，你把我们谢氏几代的清誉置于何地呀？你何时想过如何保住谢家的地位？你，祖父一世谦虚，可换来了什么？若谢氏还像从前一样，做个无欲无求、空有士族名节的摆设，终有一日会换得任人宰割的下场。你这孽障！祖父，天下可变，但我谢家不能变。我谢仲愧对列祖列宗啊！将军英明，如今码头兵力不足，必定一击即溃。这次定要给那刘一康点颜色看看。将军，机不可失，即刻出兵吧。若是他刘义康使诈，诱我们入城怎么办？先围剿沈廷章，看他刘义康出不出兵。如若他不出兵，正好灭了沈廷章，然后无后顾之忧的一举拿下码头。好，
喝水。谢谢。将军，魏军扩大了侦察的范围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躲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再严峻也要坚持。彭城王命我们在此牵制魏军，万景胜才不敢轻易发动进攻。魏军突袭了！迎战！撤！死伤多少？伤亡惨重，兵力不足一半。沈将军呢？现在没有消息，不知道如何。调3000兵马支援沈将军。殿下万万不可！码头现在粮草不足，援军又迟迟未到。如果现在再调3000兵马，魏军趁机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沈将军在敌后，必须先行支援，否则凶多吉少。而且魏军在此时突袭沈将军，定是为了探我码头兵力，所以绝不可示弱。李承勋，末将在。你安排带兵支援沈将军。末将领命。许瞻，你将剩余的士兵全部调往城门，造出声势。末将领命。殿下，可否让我一起去？紫荆姑娘，我想随军去找沈之。紫荆姑娘，这一路非常的艰险，可能还会遇到魏军的埋伏，而且沈将军那里的形势会更凶险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更要去，我不能再错过这次。殿下，你应该能明白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殿下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粥，有劳紫荆姑娘了。那我去收拾一下，即刻随军出发。紫荆姑娘一路小心。谢殿下。援军何时能到？还没有消息。三宝，带我守御，马不停蹄赶回建康。啊！你即刻赶回告知靖灵王北境军情，让他务必尽快调兵支援北境。本王想尽快结束这场战役，还民以安。是。码头救急，速发兵粮。来来来，开饭了！大家排好队。来，谢谢。殿下，来，拿好，谢谢。这喝的是什么？回殿下，城里不是缺粮吗？乡亲们说了，把榆树皮剥下来，加上一点米就能管饱，还真是这样。这一顿省了不少粮食了。给我。殿下，这个都是我们老百姓才吃的东西。你们能吃的，我怎么就吃不得？你们经常吃这个？其实也没有很难吃，嚼在嘴里的时候就想着在嚼肉就好了，还挺香。娘，我还要。好，慢点，谢谢。给你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彭城王这个奸佞小人，身为奸政，不谋其政，任人唯亲，庸碌昏聩，
任凭士族把持朝政，任凭边关战火连绵，强邻环伺。他眼中的体恤百姓、修德施人，不过是奏书里的几个字而已。百姓真正过着什么样的苦日子，他知道吗？他关心过吗？他亲眼见过吗？身居高位而无为，百姓疾苦而不知。李哥，我终于明白你说的话了。这碗粥的味道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太妃，晋灵王来了。母妃，您身体不舒服？自那日和殿下置了气，太妃这身子就没好过。春芳，是。母妃，儿子不该对中书令无礼，更不该冲撞母妃，是儿子不孝，让母妃担心了。轩儿啊，凡事要多思量。儿子只是觉得四哥在北境，随时会面临危险，可这些大臣们……轩儿，你即便处处为你四哥着想，但你对自己也要思量几分呀。你四哥在战场上得人心，可他交给你的事却是得罪人心。母妃不该揣度什么，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自毁前程。轩儿，这样的事有太多的前车之鉴，你不得不警醒啊。母妃，您真的多虑了。我了解四哥，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而且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百姓之福。儿子还有公事在身，改日再来看您好吗？那你去忙吧。真是冥顽不灵，我要怎么说他才能明白呢？太妃，您别动气，陆中护送来了密报。原来健康收到的情报都是假的。这北境啊，断兵断粮，派一个弱不禁风的三宝回来，他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三宝，送去谢府，让他务必按照我的指示行动。是。把这个送到彭城，告诉沈峰，我已经派兵支援沈将军，让他安心。是。务必尽快送到沈峰手中。是。四哥，为何要派援兵？是我爹和大哥出了什么事吗？魏军突袭，我已经下令调精兵前去接应了。魏军为何突袭我爹？难道他们是想灭掉我们的后方，直攻码头？殿下，殿下，魏军已向码头推进30里，援军迟迟未到，粮草不足。若魏军此时兵临城下，怕是没有什么把握。我已令沈峰袭扰魏军，万景生生性多疑，
这应该让他不敢贸然进攻。等到我们援军一到，立刻发动攻击。殿下放心，末将今日已经调集了外军中的强干之士，用以训练新兵，效果不凡。做得好。殿下，殿下，北京捷报，我军大败万景胜，夺得充足粮草储备，魏军已退至黄河边境。北境军情稳定，征得的新兵可暂作守卫健康之用。太好了，彭城王又胜了。彭城王率领的王师果然是骁勇善战，战无不胜。这样一来，驱除魏敌指日可待呀！但是，魏军尚未完全退兵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，一定要抓紧训练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领命。太妃，三宝，你好点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回健康啊？彭城王呢？殿下在北京呢，让我回来办点事儿。哦，殿下有何事啊？就是一些政务上的事儿，让我回来嘱托一下靖灵王。太妃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记得刚刚……你刚刚被歹人袭击了，幸好被出府的几个家丁们看到，才把你救回来了。感谢太妃救命之恩。下官有点要事，先去找靖灵王了。等等，彭城王到底有何嘱托？他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了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别让我着急。太妃，彭城王真的没事儿，好得很。那你为何会回来呢？下官身为朝臣，不便向太妃交代。殿下无事，也很记挂太妃。下官告辞。太妃，这是何意啊？我说了，我很担心殿下。你身为彭城王的近臣，却不在彭城王的身边，反过来私自回了健康，你到底有何目的？下官奉命而回，太妃有何理由审问下官？若太妃真有疑惑，大可请靖灵王前来裁决。太妃可是不愿下官见到靖灵王？有目的的可是太妃？哎呀，三宝啊，我好言相劝，你若这般固执，也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身为曹参军，临阵而逃，无兆而回，极有可能已经叛变投魏了。太妃，你如此阻挠，可是太妃你心怀不轨。一派胡言！太妃若执迷不悟，只怕是自寻死路。彭城王与靖灵王手足情深，你就不怕靖灵王知道吗？你不告诉他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况且，你也永远都见不到他。来人！谁敢动我？太妃，别以为你的阴谋会得逞。彭城王迟早会凯旋而归，那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只怕是不会有那么一天了。秘密处置。
抓了三宝，还要处死他，他不是应该跟彭城王在码头吗？此事一定对彭城王不利。不行，靖灵王不会相信我的。哎呀！我能做些什么？小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？我知道，你赶我们走，就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小姐，如果……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三宝，他怎么被抓起来了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三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快先把他们藏起来。啊！快！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能不能想办法带我出府啊？小姐走了，我也不想留在王府。你带我出去吧，好歹我也能祭拜一下小姐。等你家小姐回来。小姐她没死啊？黎妃神通广大，哪那么容易死啊？她那是假死。假死！嘘，你小点声，为了掩人耳目的计谋罢了。她现在在码头呢，和殿下在一起，好好的呢。真的？你就别担心了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你小点声。你保证，黎妃她四肢健全，完好无损。我保证是真的。等我回来再好好跟你说啊。总之啊，黎妃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刚刚谢谢你救了我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急事要做。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见到黎妃，一定要告诉她，小心很小她。将军，喝点水吧。你也去休息吧。是。不用起来，坐下休息。我们还有多少人？就这么多了。爹，再这样下去，大火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我们深入敌后，打击魏军，早就想到今天这个情况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援军来了！援军来了！参见沈将军。大家起来！你们怎么回来？彭城王派我等前来援助将军。快，把持好各个路口，严防魏军偷袭。我带来的干粮，分发给兄弟们。是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伤了没有？你还好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跟大家一样，我来帮你们。你怎么这么任性？这一路全是卫兵埋伏，你这样贸然前来，万一被抓住了，不但帮不了我们，甚至还会让我们雪上加霜。你不该来的。因为我想见你。我知道路途凶险，可是我不想浪费一时一刻。我只要可以见到你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够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。将军，您就别再说紫金姑娘了。紫金姑娘这一路跟着我们穿山涉水，毫不犹豫，穿上战袍就是个兵。我们呀，认她。对，认她。是。紫金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我也一样在担心你啊。好了，沈将军，人都到了，总比每天盯着手绢强吧？是吧，兄弟们？是。疏战之后，兵力有折损，再加上粮草紧缺，如果没有健康援军，码头的情况十分危险。是啊，所以彭城王派我等前来接应将军回码头，再做商议。好，我们马上赶往码头。是，出发。参见殿下。免礼。三宝被关押在苦役处。你说什么？是你？请殿下救三宝。你在神府之时颠倒黑白，无中生有，让本王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只是不当心听见，想着三宝回来，定是彭城王有要事。还有呢？还知道些什么？其他一概不知。信不信，也由殿下。再走。是。殿下，我只是一个小侍女，还望殿下体谅，不要给我招来祸事。站住！带走。走。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屋内没人。不可能！殿下，三宝真的被关押在这里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是不是我被发现了？他们把三宝转移了。他们？他们是谁？殿下，先找到三宝要紧。我当时看到他，他就是在这儿。我明明看到他。殿下，你看。不知手谕是真是假，恐防有诈呀。确实是死客亲笔书信。殿下，这上面说什么？彭城王是否有难？你是仁寿阁的？殿下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，不要再追问了。殿下，求求你，想办法救救彭城王吧。殿下，求你了。走。殿下。
命霍云带着所有新兵还有粮草，立刻赶往码头，日夜兼程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期而遇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绿，踏破这一刻的生死局。